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白敬亭与程毅被类型化市场遮蔽的演技双子星，在流量与资本交织的影视江湖中，白敬亭与程毅犹如两柄锋芒各异的宝剑，前者如秋水寒光，后者似古剑龙吟，本应在光影江湖中平分秋色，现实却是程毅在仙侠世界呼风唤雨，白敬亭在现代都市辗转腾挪。这种差异折射出影视工业对演员的类型化规训，也暴露出市场选择对演员价值的扭曲认知。在表演艺术的维度上，两位演员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。白敬亭在开端中呈现的循环困境，将都市青年的焦灼感演绎得丝丝入扣；程毅在流离中破碎感与神性的交织，同样令人动容。他们都具备精准的情绪控制能力，能在眨眼间完成从隐忍到爆发的层次转换。在《天盛长歌》与《与君歌》的朝堂戏中，两人对权力漩涡中人性异化的诠释，都达到了令人脊背发凉的戏剧张力。这种艺术等价性在微观表演中更为显著。白敬亭处理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中医疗细节时，手术台前的肌肉记忆与专业术语的精准把控，与程毅在打戏中展现的武学韵律感，本质上都是演员将身体转化为艺术容器的修炼。他们在角色塑造中表现出的共情能力，使观众能在都市白领与仙界帝君之间找到相同的情感共鸣。影视工业的残酷法则将演员钉死在类型十字架上。程毅签约欢瑞世纪后，被精准投放到古装仙侠赛道《沉香如屑》《莲花楼》等系列作品，形成类型矩阵。这种工业化造星模式如同流水线生产，将演员特质与市场偏好焊接成商业符号。相较之下，白敬亭在正午阳光与爱奇艺迷雾剧场间的辗转，看似题材多元，实则陷入了现代剧的类型迷阵。资本对安全边际的追逐形成恶性循环。平台数据算法显示，古装剧受众粘性比现代剧高出37%，这使得程毅每部作品都能获得 S+ 级资源配置。而白敬亭主演的《荣耀乒乓》8090等剧，虽在现实主义维度有所突破，却因缺乏类型标签难以形成持续热度。这种马太效应最终导致两人资源差距呈指数级扩大。突破类型窠臼需要战略定力。朱一龙从镇魂到人生大事的转型证明，演员完全能通过精准选本实现赛道跨越。白敬亭在《新川日常》中尝试轻喜剧表演，以显现出突破舒适区的勇气。这种突围不硬是盲目试错，而需建立在对自身特质的深度认知上。如梁朝伟早期在商业与文艺片间的摇摆，最终找到独属的表演哲学。真正的表演艺术终将超越时空限制。从张国荣跨越性别界限的程蝶衣，到周迅在不同时代角色中的永恒少女感，伟大演员总能在类型框架中凿出艺术天窗。白敬亭若能坚守表演初心，在都市剧中深耕人性深度，或许能如胡歌在《琅琊榜》后迎来蜕变，用时间证明艺术生命力的永恒价值。在这个数据至上的时代，演员价值不应被简单的流量公式所量化。当程毅在仙侠宇宙中继续书写神话，白敬亭需要的或许不是追赶，而是开辟。正如黑泽明所言，真正的好演员是把角色变成自己，又把自己变成观众。这场关于表演艺术的马拉松，从来不是比较谁先到达终点，而是看谁能跑出最美的姿态。